孔嬷嬷最可贵的，她就是早早备好了下跪的蒲团、大手掌的戒尺，就连打完手掌之后要敷的冰帕子也拿上来了。哪怕父亲在场，想要袒护求情也没有余地。就让我疼吧，疼死算了。爹爹打我打得这么，爹爹肯定是不疼我了。快让娘给你上药，都是娘不好，平日总是教你争强好胜，竟忘了韬晦。今日正中在风口浪尖上。姑娘莫急，主君是才碍着孔嬷嬷的面子才责罚了姑娘，主君心里头是有姑娘的，这不回头就送了药膏子来了。换做平日，爹爹早就来了，今天却连大娘都一起责骂，怎么办呀？爹爹是不是不疼咱们了？不怕不怕啊，不怕不怕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再说孔嬷嬷不可能一辈子都要在咱们家，她总是要走的。再说大娘子也不是我们沫儿的对手，是不是？主君来了。怎么样了？手还肿吗？爹爹来做什么？爹爹不是不疼沫儿，不要沫儿了吗？胡说，怎么会呢？在魏魏轩，爹爹当着嬷嬷的面啊，不好偏向沫儿，这才将沫儿打了，不许怪爹啊！都怪奴婢不好，没有教育好女儿，惹大娘子生气了。理他做甚呢？好了，沫儿啊，快些休息吧。奴婢服侍主君去睡吧，沫儿还要抄书呢。抄什么书？抄书，手都肿成这样了。沫儿，爹爹拿的药很管用的，睡一觉就好了啊。睡吧，可怜见鬼，睡吧。像林小娘在盛家这10几年，也不是没有错。是因为她抓住了父亲心头的关节，只要她诉过的苦，一切都由父亲替她担当了。你爹爹也未必真的被他蒙蔽，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孔嬷嬷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此，她并没有一味要揭露林小娘的真面目。须知，一个人要装睡，你是叫不醒的。其实，在父亲心里头明白，妻妾情谊再大，也大不过整个盛家的荣辱。孔嬷嬷是在点醒父亲，要他明白，宠妾过头只会令家宅不安，兄弟阋墙。若是到了顶峰，还会累及官升。只要父亲想到这一点，就算这林小娘是他心尖上的人，他也不得不罚。这是擒贼擒王。祖母，孙女今日才明白，您请孔嬷嬷来，学什么点茶品香都是次要，要紧的是让孙女学会日后立事处身的要领。跟着这样的嬷嬷，孙女就是每日挨打都心甘情愿。你是个吃过苦的孩子，才懂得看这些道理。咱们家这位大娘子，就是小时候日子过得太好，全家骄纵，使她全然不知忍让示弱，不会平衡节制。这些年，才被林小娘占尽了便宜。大娘子心直口快，纵情恣意，一辈子这样过，倒也是挺好。那可不行。一个人要过得太顺了，难免眼花耳聋。明儿啊，你可要一直醒着呀。明儿知道了。老太太，六姑娘的姨母还在外面候着呢。问夜深了，六姑娘什么时候回去睡？我回说，六姑娘还在跟您说话，请她进来等。她说，就在院子里头站着等。
你姨母是挂记你的人，去吧。嗯。这个天杀的贱货！今日明明是他有错，又耍他那套狐媚功夫，让官人给我个迷离。大娘子本该见好就收，何必非要林小娘下跪，还要打她？主君来了，又有峰哥求情，您何不顺坡下驴，申斥他几句就算了？那怎么行？他好不容易有把柄让我给攥住，不打他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也不能一口一个数字的，戳了主君的伤心处，他能不生气吗？这下子。他有错也变得没错。主君发火，并不是为着大娘子责打林氏，实在是大娘子自己言语不周。一着急什么都忘了。前日我还教训如儿，让她不要总是把庶出挂在嘴边，自己反倒忘了。你也不拦着点我。好好的一局棋，满盘皆输。官人又跑那贱人那屋里去了。娘子得了这个教训，以后说话办事可更要谨慎些，不要总想着争一时的义气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百哥的学业，您可得分清轻重缓急呀。是啊，只要我儿子金榜题名，还愁压不倒那一屋子人。对，若是心里没有鬼，那周娘子找你做什么？我到盛家来，第一日便全家都知道，谁都没搭理，怎么就她来找你说三道四的？这平日里不见这么殷勤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定是她栽赃的小蝶。他是个有城府的人。不知是底下使女们勾心斗角，还是别有图谋。若是别有图谋，会是什么图谋呢？明儿觉得会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姨妈，你明日就回扬州？明日？不。我要在这儿守着你，你是我大姐姐唯一的姑息，不把这七窍找出来，我不能安心。只要你走了，七巧才能露出马脚来。你明日就走，偷偷的，他们只要发现你没了踪影，定然会做贼心虚，跟着你。跟着我去又怎么了？姨妈，你是种过田的人，若是这稻田里面有毒蛇一条，你怎么办？用蛇竿把它打一遍，它就吓得窜出来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就是那打蛇的竹竿。姑娘，把这盏茶吃下去，你得打起精神先，还有30多遍要写呢。哎，小豆，差点给我烧了。什么事非要半夜3更，无人见面的时候才走？哎，你男人不是认识些路子吗？是的。
跟着他回扬州把事情料理了。别过了180年了，反倒崩倒在这个农妇的身上了。放心吧，小娘。嫂，你们家也太过客气了，办节日都入土的人了，用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日后若是有人问起我家女儿们的相貌品行，还望嬷嬷多多美言几句。大娘子爱女心切，老身明白。不过我看大可不必。俗话说路遥知马力，姑娘是个什么样的脾性做派，日子久了，京城自然有个口碑，不必老身去说三道四的。大娘子带着大闺女啊，在中清国府人人称赞，那是一个活招牌呀，就不用担心余下几个姑娘的前程。是，嬷嬷说的是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孩子们，那你们好好的，您慢一点。父亲，你日日说出去求学，有多少饱学之士你也不去拜会，每日却在盛家那边厮磨，也不知道你到底学会了几个字儿。庄雪就至今在教男儿立世，不知父亲怎么看待这4个字？男儿顶天立地，问心无愧，忠君爱国，阖家团圆，于是便能立世。这还用问我吗？问心无愧，阖家团圆。礼记大学说，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不知父亲可有什么问心有愧的事？你学了2日学问，文章没写2个，反倒考教起你老子来了。姑啊姑啊，你胆小如苍井，怕什么？孔嬷嬷的课上完了，儿子觉得颇有成效。3个孩子这几日说话做事越发娴静稳重。那就好，说明人我没有白请，力气没有白费。 3个姑娘在后院闲着也是闲着，尤其是墨兰，这孩子最喜诗文了。儿子想着，要不还是让他们继续回庄先生课堂上课吧。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有人在背后撺掇你？儿子只是觉得，让孩子们多读读书，多明白事理是有好处的。 你去吧，容我再好好想想。是。出来吧，别偷听了。您怎么知道我在偷听啊？ 其实你也很想回去听庄先生的课，对不对？嗯。平日姐妹们在一起闲着，
今日蒸衣裳，明日蒸茶食，容易生事。不如大家一起早起晚睡的读书练字，消磨了精神，也就没空生事了。这话倒是不假。不过读书，毕竟不是女孩子分内事。祖母，您这话，孙女就斗胆要驳一驳了。你说。依我看，读书无用这话就是骗人的。若是真无用，那怎么天下男子都要去赶科场？难道是闲得慌？我觉得这句话不过是那些男人们希望女人们一辈子浑噩愚昧、乖巧听话、好摆布。就知道你这小金豆子心里明白着呢。此话不假，不愿意女子读书那是短见。历朝历代世家大族的女子，哪一个不是从小读书明理？如果女子读书真的无用，他们还会让女儿去受这个罪吗？那祖母，您刚才对爹爹不置可否，也是假的。您就是想让林小娘和四姐姐急上几日，就是想让他们母女两个知道，重返家书的机会得来不易，才会安分些。眼看会试临近，各位也该实战试试身手了。我今日就以这本《孔子家语》为蓝本，随便翻开一页至一句，便可以此为题进行策论。倒是应景。诸位听好了，今日的策论题目是“立嫡长乎？立贤能乎？孰佳？”果然是应景。如今京城中最热门的话题，便是衍王和雍王立储之争啊。先生，此题目怕是不妥吧？不妨不妨。如今京城里，便是个茶馆也常议论这个，关起门来偷偷说一说，不妨事。啊，倒是，诸位不要相互泄露出去就是，啊。既然先生说无妨，那咱们就论一论。当今的陛下并无子嗣，大臣们纷纷逼着陛下过继宗亲，立为太子。雍王年长却资质平庸，毫无政绩。但是他唯一的优点，就是妻妾成群，日夜耕耘，累得眼冒金星了，留下一大院子儿女。二哥，说话注意些，这里还有女眷。哦，嗨，雍王年长，子嗣又多，立他便是了，还有什么可争的？衍王只比雍王小半岁，虽衍王只有一子，但父子二人俱是精明强干，甚得人望。有此贤王为储，也是为国家社稷着想。小半岁，那也是小啊。总不能越过长幼尺序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若天底下的人都看才华的话，这事儿也罢了。偏偏大家要分出个高低贵贱来，这事儿就是这么闹出来的。二哥哥，你说的轻巧，这是皇位，又不是小门小户抢田地铺子。若不论清了名分，岂不乱了套？长白，你说呢？先生，学生认为，应立嫡长，
秦始皇废长子扶苏，立胡亥，导致秦朝20而亡。纵观古今，多少朝代更替，都是因为废长立幼而起的祸端。也不尽然，汉武帝就不是嫡长子，但他继位之后，却能富国强兵，扫平匈奴，建立了不世功勋。可见，不立长子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可景帝立刘彻为太子之前，也是先扶正他的生母王美人为皇后，礼法上是顺理成章。由此看来，刘彻登上皇位也是立嫡。二叔别忘了，西晋惠帝满朝皆知他愚笨，可谓这嫡长依旧立了他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假南风专政和八王之乱。若当初立了别的小皇子，也不至于落得退守江南呀。如晋惠帝一般的傻子能有几个呀？难不成在四姐姐眼里，那所有的嫡出全都是傻子啦？嫡长子不是傻子，也不代表次子就不聪慧能干。唐太宗不是嫡长，照样开创贞观盛世。次子荒唐误国的也不少，隋炀帝就是一个例子，毁掉了大好的江山，众所皆知。听了半天，为何小公爷和六姑娘不发一语啊？学生心里还没拿定主意。袁若是家中的独子，他对这个立嫡立贤的事儿可能还不太清楚。确实如此。我想先听听其他人的高见吧。六姑娘，立长立贤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学生一介女子，也没想过这种事情。那就不论国事，就说，假如一个小门小户有一个碌碌无为的长子，还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庶子，应该谁当家？这是家中主君要考虑的事情，我不便妄议。三哥哥，你怎么知道长子一定平庸？说不定那庶子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呢。次子外强中干，也不妨碍长子碌碌无为。你问六妹妹话，你们俩吵什么呀？六妹妹，你说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必得说些什么？你说呀。大家不要为难六妹妹了，她年纪小，又不必科考，这个题目跟她关系不大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哎，我看不如听听六姑娘的见解。她虽然人小，又不爱说话，说不定她内秀，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。看着我们在这争得面红耳赤，心里头早就笑话他们呢。郭二叔想说，你说就是，何必非要扯上我？二叔，怎么连你也逼他呀？你越维护这个小的，那两个打的越是要抬杠。你就让他自己应付一下，我觉得他可以应付得来。不行，你不知道，他在这里，在这个家里，他不行的。好了，大家都说了，六姑娘你也说说吧。叫你呢，让你说，快点呀！其实我想问问小公爷和郭二叔，我在这里，你问就是了。二位都是家中嫡子，若论起嫡庶之事，或许能比我们兄妹更能畅所欲言。然则今日，我想问的是，若是二位都有一位十分有出息的庶出兄弟，你们会如何自处？嫡庶又有什么干系？若是庶子才华横溢，为人又品行端正，那是好事儿。若是这位才高又正派的庶弟要与你争爵位呢？若是将嫡庶换成长幼的话，我家最大的是我哥哥，其次是我。若是我那三弟弟胜于我，自然是应该他来继承大统。
二叔此言差矣，你家幼弟也是嫡子，算不得数的。家族承嗣大事，岂能玩笑？你一人淡泊名利事小，使一庶子袭爵，那会让祖宗和族人蒙羞的。蒙羞？庶子若是贤德有才，必能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光宗耀祖；嫡子若是无德无能，败光了家业，祖宗脸上难道就有光了？庶子有才，辅佐嫡子即可，不必乱了名分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小公爷，你把人心想得太好，有才者必然自傲，怎么可能居于人下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必然祸起萧墙，兄弟反目，怕是到时候连爵位也丢了。如今很有些人，都是以功名论成败，才会让那些庶子蠢蠢欲动，心怀妄想。若天下之人都能谨守名分礼数，分尊卑，敬嫡长，又怎么会有那些兄弟阋墙、祸延家族之事呢？袁若这么想，我可要奉劝你多多行善，日后别投胎做了庶子，那就苦不尽言了。玩笑议论，大家都和气些才是。六姑娘，你让两位公子说了这许多，立长立贤依旧没有定论呢。没定论就是定论，贤与不贤，易于伪装，难以分辨。可嫡庶长幼便是一目了然，不必争执。庶子若是真贤德，便不会为了一己私欲毁灭家族。反过来说，嫡子掌权，若是能够约束庶子，使其不敢犯上造次，也能永保昌盛。大丈夫当忠君爱国，不如做个纯臣，何必无谓争执？你瞧，他就一句话，就把咱俩装在一个套子里，争吵个不停。他袖手旁观，他一直就这么机灵。六姑娘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地，实在难得呀！好，好，今日如此精彩，建议你们不留作业了。什么间谍？不就是和稀泥？不如做个纯臣，何必无谓争执？这真是明兰说的。是。这孩子见地不凡呢。他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个？六妹妹素来是心有胜算，却不宣于口的。看来果然是养在你祖母身边养得好啊。哎，那不是齐国公子的不为吗？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还有本书落下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我数了的书都在。落下了。姑娘，你如果不想见小公爷，我去赶走他就是，何必巴巴跑回来呀？特地去说，反倒显得我对他上心。咱们就在这坐会儿，就这么晾着他，他就能知难而退了。我是不会知难而退的。你不是在？我惯知六妹妹机灵，定会想到，我会在回寿安堂的必经之路上等，我这才声东击西的。你放心，这前后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没有外人，咱大可放心的说话。没什么可说的，小桃，我们走。六妹妹，六妹妹，哎，小公爷，你也要为难我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要那个子浩别？
是因为不好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什么东西落到我手里，反而没那么长久了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什么都不要，落得一身轻松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他们抢走的？那太好了，那下次有好东西，我悄悄过来给你，不被旁人知道。小公爷，我本以为你是个明白人，可你怎么始终都不明白？不如今日我就跟你说个明白，你对我越好，与我越是麻烦。与你是麻烦。小公爷，你是难得的才俊，人品卓然。我知道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，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别把我当麻烦，我会护着你的。不要怕，将来。姑娘，现在冬日天黑得太早了，要不咱们明日再封吧，别坏了眼睛。两位兄长眼瞅着就要进考场了，也是起早贪黑的。我要赶紧把这2副护膝做出来送给他们，不然做不完了。2副护膝啊，姑娘。那我这里裁这1副，小桃那里裁这1副，姑娘手里怎么还缝这1副啊？小公爷也是今春下场，难不成这副护膝是给他做的？你瞎说什么大话！我多年没做这东西了，想做1副护膝来练练手。你别胡说。哦。这进考场的衣服不能有夹层，得是单的，多备上几件。这文房四宝要看仔细了啊，不能有磕碰缺角。这被褥厚实点儿。别看已经开春了，那倒春寒可是厉害。去年这月份还下雪呢，贡院里边冷得很。你又没去过贡院，怎么知道冷不冷？你父亲跟我说过，进了那贡院，大门一关，小门一锁。哎呀，吃喝拉撒就你一个人，谁都不能进，就是着火了都不准开，开了成绩就要作废。哎，这上面怎么能有字儿呢？搜出来可了不得。行，这被子够厚实。差不多。哎呀，柏儿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这么长时间，可是要受苦了。哥哥早就准备打点好了。他比咱们全家人想的都周到，您就别忙活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哥哥读书这么累，总得有人替他想周全了才行。大娘子，这是六姑娘那边让人送过来的护膝，说是给二哥亲手做的，穿上可以抵挡寒气。护膝？六姑娘说，想着现在天气虽然回暖，可一到夜里还是冷得厉害。就从库房翻出一块厚绒，做成一对护膝，这样虽然夜里露水重，也可以保护膝盖不受寒气。手倒是真巧。那这护膝是只有我们家哥哥有，还是林夕阁那边也有啊？说是都有，每人一对。哼，倒是不得罪人，两头充好人。
你亲哥哥下考场，你什么活都不做，却在一边说风凉话。你看看人家，说话办事圆满周到，难怪老太太喜欢你。这几年连官人也越发的喜欢明丫头了，你也不说学着点。我跟他能一样吗？我可是嫡出。住口！不许再说这些。小娘，六姑娘做的护膝，说是给三哥特意准备的。什么东西啊，也往这儿送？哼，这破玩意儿穿上去不得让人笑死？贡院哪有那么冷？这个小六倒是比魏瑞轩那个蠢蠢的强一些，只可惜啊，改不掉那些身上的穷酸味。轻松这样拿不出手的东西。我的儿，你呀要好好争气，中个进士回来，那王若甫日后呀就再也碍不着咱们娘仨的事儿了啊！阿娘您就放心吧，庄先生都说了，我这样的年纪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，很多这种年近不惑的举子都没有我这般的见识和比例呢。况且说了，如若我真考不上，我平日里结交那么多豪门世家子弟，也不愁没有出。不许胡说，明日大考，不要说丧气话。姑娘，魏瑞轩和林七哥都乱成一团了，比搬家还热闹呢。大娘子和林小娘都恨不能把仓底都拉去贡院。一路上我给人喊去帮着拿东西，累死我。可千万别在人前喊累，不然说了也不讨好。是。对了，小公爷明日也要去考吧？姑娘，姑娘，他考他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姑娘，齐国公府的小公爷来了，说是因为这些年在我私塾读了许多年的书，特意前来拜谢，给每位公子和姑娘们都备了份礼，这都送到各屋来了。姑娘，这份穆为亲自送来的。他说小公爷呢，让他上街采买考试用的东西的时候，姑娘烧了一支子豪笔。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儿，让姑娘拣喜爱的挑。穆为还说，这支子豪笔也是别人都没有的呢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
心是绿肥。